凌不疑从边关回来后，程少商迫切地想向世人证明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他和凌不疑真的已经放下了彼此。从此以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不再有任何关系。为此，程少商还专门在永乐宫办了一场宴席。他故意安排凌不疑和洛继通坐一桌，而他和袁善见坐一桌。这样，在座的各位公主妇人们看见了，自然知道以后想八卦时该怎么说了。可惜，只要有凌不疑的地方，程少商的安排总会被动改变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：袁善见单独占着一张桌子，旁边的位子是程少商的；而洛继通也单独占着一张桌子，旁边的位子是凌不疑的。此时的凌不疑正在和宣皇后和东海王讲话，程少商则在接待宾客。凌不疑先忙完，环视了一圈，只见洛继通和袁善见身边的位子空着，想都不用想，他就知道这是程少商故意安排的。于是他越过翘首期盼的洛继通，径直坐到袁善见身旁。别说洛继通有多尴尬了，连袁善见也一脸不悦，低声道：“你过来做什么？前任和现任未婚夫可以坐在一起吗？”现场的吃瓜群众都睁大了眼睛，等着看好戏呢。凌不疑却镇定自若：“我与善见同殿为臣数年，却从不曾畅谈，今日补上吧。”同殿为臣的人那么多，难道霍大人每个人都要畅谈一番？自然不是，我只是想找袁世忠谈。有何可谈？程少商。袁善见无语，果然比脸皮厚还是凌不疑更甚。等程少商忙完所有事宜，准备落座时，差点惊掉了他的下巴。他的前任和现任正气定神凝地交谈着，完全忽略了周围吃瓜群众不怀好意的眼神，这和他事先的安排完全不一样。程少商只能迎着众人的目光坐到洛继通身边去。看热闹的从来不嫌事儿大，最先憋不住的是五公主。十一郎，我记得你以前与袁世忠只是泛泛之交，今日怎么做到一处去了？太子最讨厌的就是喜欢挑事儿的人，更何况他挑的还是凌不疑的事儿。他本想好好训斥一番，可奈何宣皇后和东海王都在，语气便缓和了许多。子胜和善见有话要谈，与你有什么干系？五公主对自己的哥哥还是很了解的，知道他今天的态度不是很严厉，便大着胆子调笑道：“妹妹，我只是稀奇他们有甚可说的，莫非是在叙旧，救人救世？”看来还是对五公主太温柔，不把她的气焰压下去，今天肯定没完。太子刚想大声训斥，却被凌不疑抢了先。五公主心里想什么，她太清楚了。她当着众人的面说自己在和善见聊程少商，聊他熬汤时总忘记放盐，聊他脾气差，生气就爱打人。程少商气得急忙站起来为自己辩解，还让皇后为自己作证。他现在的做菜水平可是一流的。皇后赞同的点点头，但众人更在乎的是凌不疑和袁善见的谈话内容。没想到凌不疑会这么直接说出来，他的勇气和大胆震惊了所有人。随后凌不疑转身问五公主：“殿下是不是想听这些？”五公主愣住了，她就是想听这些，可她没想到凌不疑真的敢讲出来。凌不疑面无表情，朝殿内众人道：“适才都是笑话，我与善见说的是征蜀后的诸般琐事，盼诸位莫要无端猜测。”凌不疑的气场向来强大，现在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他的不悦，再加上一旁的太子正凶巴巴的到处瞪人，所有吃瓜群众只能收起八卦的心。程少商精心安排的避嫌宴席看起来是没什么效果了，他和前任的事情大家依然津津乐道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凌不疑宁愿一辈子和他牵扯不清，也不愿和洛继通有任何的联系。